各位朋友，我常给大家说是川普的嘴骗人的鬼，他嘴里的一个标点符號你都不能信。他呢是跟那個姓郭的騙子患了同一種精神病，就是謊言癖。他們這種人啊，這個腦子裡形成了一個叫做吹牛逼反射弧的特殊的結構，他每一句話他都得這個吹個牛逼，愚弄別人，來欺騙別人，來獲得他腦子裡邊那個吹牛逼反射弧分泌的多巴胺，你知道嗎？前幾天的時候有這個記者在飛機上問這個川普說，你是不是要跟什麼賴清德通話之類的？當時呢，川普回答的很含糊，我跟每個人都談，我跟那個他們談，是吧？沒有點出賴清德的名字。可是呢，在5號的川普的飛機上又有記者問了啊，這些記者當然都是台獨的一些反華的記者啊之類的啊，專門去勾引川普。川普這個嘴呀，他這次確認了他有可能跟賴清德通話，這不就那肯定那就是那你幹唄，那中國就別什麼幻想了。We're looking at that, yeah. Are you planning to talk to Taiwan's president about it? I'll always talk to him, but we're looking at it. 好吧。針對川普5日的時候再稱願意與賴清德通話人家台灣的這個駐美的代表順杆爬了，於德雷叫囂川普執政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川普賴清德通話是合理的。確實川普是個瘋子嘛，什麼事情都有可能。川普包括對台軍售打破多項美國紀錄，無論是武器金額還是武器的規格，去年通過的11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就已經超過了拜登4年的總和，且高出了近40%。可以說川普是最支持台獨的美國總統。從對台軍售來說，畢竟支持台獨這個反映在實實在在的行為上了，所以中國也不要這個被川普這個嘴給忽悠了，該幹嘛幹嘛吧。其實中國的這些專家教授早就說實在的他們已經看不下去了，可惜呀。今天是菲律賓跟日本自己談，然後他們兩個談的協議跟我們是沒有關聯的，所以今天這個新聞就我覺得就是沒什麼好說的，就跟我們台灣無關嘛，他們談他們自己的。我覺得民進黨對民進黨確實是像網友說的，對內強硬，對外沒反應，就是有關我們的事，就是有戴偉山這種人睜着眼睛說瞎話。對於大陸來說，我們要想清楚一個問題，就菲律賓這麼個東西，現在在這兒親門踏戶搞事情搞成現在這個樣子，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創新性的辦法把它給弄一下，讓他了解清楚一下情況？就是你不要搞清，就是你有沒有搞清楚狀況？你算個什麼東西？你有什麼資格？你有哪來的膽子？你在這種事情上在那兒吱哇亂叫？我覺得在這方面大陸要反思。我們有些問題的做法是什麼？沒有做到實事求是，沒有做到就是說對自己甚至於對東盟國家都不夠自信。什麼意思？我相信時至今日，如果明天或者是下個禮拜我們去把菲律賓揍了一頓，把他在那個中業島上那個破船拆了，沒有一個東盟國家會出半句話。為什麼？所有人都會認為這是菲律賓自找的。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因為我們已經做得夠仁至義盡了。這算個什麼東西啊？日本它可以說它歷史上因為有侵華戰爭那段東西，它有心理優勢。它可以說早期它還有心理優勢。菲律賓算個什麼東西啊？你這種東西在居然跟日本人玩這種，你知道他的那個
畫出来的那個圖，我說句那個的話，屬於沒有傷害性但侮辱性極強。就整天和平崛起，和平大國，愛好和平，不是讓你蹬鼻子上臉啊！愛好和平是要有實力的，真的。就是說你不能愛好和平，爱好到最後世界上4個國家就可以過來吐你一口口水，這是不对的，這個對和平不利，這是對和平的一種亵渎，不是這個樣子的。這件事情我們做得很果斷，我們的處置非常的果決，我們顯然是有預案的，但是有很多問題，特別是像菲律賓這種情況，我們是要反思的。你可以跟菲律賓人民好啊，但是你要學會能夠精準的打擊馬克思啊。有的时候你要觉得要让菲律賓人民知道什麼，我打你是因為馬克思給你遭災惹禍，你如果感覺到疼了，你把馬克思給我選下去啊。應該是這樣的邏輯，不能啥事情都往自己身上背，這個是不對的。這個東西我覺得就算你講說啊，不去追究以往，反正以前嘛都是歷史上客觀形成的有當時的歷史局限性，現在我们是时候要去好好想想這個問題了。手上有實力了，又是如此堅定的愛好和平，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才是真正正確的方式去捍衛自己的利益，去維護和平，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大陸真的對台灣去動用武力的話，會陷入到俄羅斯打烏克蘭那種局面，還是會陷入到美國打伊朗這種局面？這完全就沒有可比性。代理人戰爭這種事情是什麼？是我打你綽綽有餘，我隨便找個人，隨便給他點錢和槍，他就把你給弄死了，這叫代理人戰爭。你搞錯了。當美國自己親自下場都擺不平中國的時候，你找一個代理人能擺平中國，你沒有發現這個代理人比美國更強？有這樣的代理人嗎？沒有。這個邏輯在中國這是不成立的。美國用代理人戰爭的方式讓中國陷入泥潭的這個時間節點已經過去了。是，印度不存在代理人戰爭。中印邊界的糾紛在中印博弈當中已經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穩定結構，這種穩定結構由中印雙方的實力對比所決定，印度只能在那兒做一些情緒性的宣洩，他想借中國的戰略那個時機去搞一些事情的點，就是洞朗對峙危機那段時間之後，那個以後就沒了。菲律賓方向無非就是我們希望東盟那邊不要授人以柄，最大限度的在我們能夠容忍的範圍之內，因為菲律賓對我們構成的實質性威脅本質上是癩蛤蟆爬腳面，它是一種惡心人的威脅，它不值得你動手去踩它一手醬。但是現在這隻蛤蟆就在蹬鼻子上臉，所以我們要找一張乾淨的手帕，把這個蛤蟆包起來，然後乾淨的扔掉，不要見自己一手髒。菲律賓這種國家，我出去，我的名聲上被人指着鼻子罵，我認為不值得。你菲律賓算什麼東西？於日本是要進行一次歷史性的清算的。你作死，你跳到後來，我們有大招為日本準備着，就看你日本跳多高了。你看看把這個沈毅教授給氣的。你要說這些洶湧的民意真的對中國政府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嗎？這種不滿積累的多了，你不給人民一個情緒宣洩的渠道，那高壓鍋總會在內部炸開的呀。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